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敏敏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制月双面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背心由前片、后片、侧边、领子和扣子组成。先分别编织前后片，然后在前后片上织侧边和领子，最后缝扣子。先来学习前片的编织方法，分为身体、胸片、领肩和下摆。身体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下面了解一下图解。这里我以任意尺码的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都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属每行或者每圈针数时就属格子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有省略符号位置的为省略区域。这里用到的针法在图纸上都有对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说明了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则是从左往右看图解。同时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棒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下面先学习起针，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，用线2起针，具体的用线请参考图纸，具体的起针方法请参考视频演示。首先，别线起针可以直接用家里与织物不同颜色的零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后，右针上还有一个线圈，左针上的线圈就是需要的针数。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拉紧，在这个线头上打一个结标记。这个就是别线起针法。这边用小样演示，实际起针数较多。别线起针完成后，先织第一行，第一行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是下针的符号。从起针有结的位置开始编织，用线1先打一个活结，将活结的线圈挑出来织下针。可以看到下方形成这样
辫子的纹理。按照图解上的针数，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一行就织完了。接着织第二行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全部是下针的符号，在反面编织相反的针法，翻面。织上针，可以看到下方形成这样瓦片的纹理。正面是这样辫子的纹理。按照图解上的针数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二行就完成了。后面是每4行换一下色，第3行是上针的符号，翻面。线2先在线1上打一个结，用线2直接织上针，线1放在后方暂不处理，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接着按照图纸把第4行到第6行织完，来回往返编织，在反面编织相反的针法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第6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7行，翻面。这一行需要用线1编织，将线1直接拉过来，织上针。注意度线贴合织物，不要过松或过紧。再织2针上针，线2放在后方暂不处理。织完上针，后面织花样1，线还是在棒针的上面，从左往右挑下不织。先找下1针的入针位置，从这开始往下数，线1从上往下数第2个线圈，右棒针从后往前，直接穿入这个洞眼，挂线，挑出。注意这个线圈不要太紧，可以往上拉一下。再把线2的线圈盖过线1的线圈，这样第一个花样就完成了。继续织3个上针，织完上针，织一个花样1，1针挑下不织，
找对应线1的第2个线圈，右棒针从后往前直接穿入这个洞眼，挂线，挑出，再把线2的线圈盖过线1的线圈，这样第2个花样1就完成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这样第7行就完成了。接着按照图纸把第8行到第10行织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第10行织完后，下面织第11行。第11行把线2直接拉过来织上针。注意肚线的松紧，织完上针，织花样1，一针挑下不织，找对应线2的第2个线圈，右棒针从后往前直接穿入这个洞眼，挂线，挑出，再把线1的这个线圈盖过线2的线圈，按照图纸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11行就完成了。后面按照第3行到第11行的方法循环往下编织。可以看到身体4行换一次颜色，每次换色将对应的线材直接拉过来编织即可。注意肚线贴合织物。花样1编织时，在下方颜色的第2个线圈洞眼里入针，注意位置，不要织错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身体部分织完。从第3行开始，每个颜色是4行，大家可以根据颜色来数行数，棒针上的线圈为1行，这样身体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胸片，开始在2次减针，中间部分继续按照身体的方法编织花样，然后不加不减编织。后面需要留出领窝，分左右领间编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上针的右上2针并1针，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下针的右上2针并1针，下针的左上2针并1针和花样按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
先知第一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帧数和行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小样这里以小码图解为例演示，其余尺码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纸编织。第一行，先把线1直接拉过来，先织一针上针，再织一针，上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。先将左侧这两个线圈交换位置，也就是先依次挑到右帮针上，然后将左针从前方挑起右侧一针，捏住底部，右棒针放开线圈，穿回左侧一针，并套到左棒针上。这样位置就交换好了。接着右针从右往左直接穿入这两个线圈，织一针上针，这样上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此时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后面简称上针右上并针。下来织一个花样1，3个上针，一个花样1，3个上针。按照这个规律往下织，一直织到左棒针上剩3个线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先织一针，上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右针从右往左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一针上针，上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后面简称上针左上并针，再织一针上针。这样第一行就织完了。第二行对照图纸织相反的针法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第二行就完成了。下面织第三行，翻面。第三行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下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先将右侧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左侧线圈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挑下盖住左侧线圈，下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后面简称下针右上并针。按照图纸往下织，一直织到左棒针上剩3个线圈。织一针，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右针从左往右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
织一针下针，这样下针的左上2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后面简称下针左上并针，再织一针下针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第4行继续在反面织上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编织花样，2次按照前4行的方法减针，编织过程中会遇到需要在减织的位置编织花样1，也就是花样2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编织花样2的1行的织法。先用对应颜色的线织一针上针，线还是在棒针的上面，从左往右挑下2针不织，先找下一针的入针位置，从这往下数，下面颜色的第2个线圈，右棒针从后往前直接穿入这个洞眼，挂线，挑出，再挑下这2个线圈，盖过这个线圈，这样一个花样2就完成了。继续按照图解织，一直织到左棒针上剩3个线圈。线还是在棒针的上面，从左往右挑下2针不织，从这往下数，下面颜色的第2个线圈，右棒针从后往前直接穿入这个洞眼，挂线，挑出，再把这2个线圈盖过这个线圈，这样一个花样2就完成了。再织一针上针，花样2的这一行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到领窝位置前。下面学习前片领肩，分为左领肩和右领肩。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先织左领肩，左侧开始通过收针进行减针，后面织并针减针，右侧不加不减。完成后修针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，然后接线在领窝位置收针，接着编织右领肩，在领口一侧减针，左侧不加不减编织。完成后修针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。左右领肩最后一行都在正面结束。这里领口并针减针和花样2的方法与胸片减针方法类似，通过收针进行减针。领窝收针和肩部修针的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学会方法后，
对照图纸将领间织完，修针的线头暂不处理，后面不需要用到的线预留10厘米断线，顺着纹理收好。请看演示。我们来学习领口减针，以这个图解为例来讲解。图解全部是下针，如果有花样就正常编织花样即可。我们将下针纹理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另外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的方法，并且图解针数行数都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用下方编织过来的线织右半部分，注意这里所说的左右指平铺的左右，与衣服的左右无关。右侧第一行先织对应数量的下针，实际图解中这里可能不方便标注针数，大家可以用总针数，减去中间这一段的浮针针数，再除以2，得出的就是这里第一行的需要织的针数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侧第一行，剩下的部分是中间以及左侧的针数，暂停编织。大家可以停留在针上，如果不方便编织，也可以用一节零线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起来。接着翻转织片，织右侧第2行。可以发现这里要收掉3针，2针及以上的减针可以使用浮针，由于每次只能在开头进行连续收针，所以两侧的减针会错开一行。如果要收掉的针数较多，可以提前将需要收掉的线圈用记号扣隔开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开头是一个下针左上2针并一针的符号，此时我们在反面编织，因此这里要织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。先平移一针到右针上，然后织一个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完成，同时也收掉了第一针。这个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的编织方法，也可以同时像这样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。具体可以根据喜好来编织，继续收第2针，织一个上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第2针就收掉了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，因此再织一针并收针。注
注意，收最后一针时，需要编织的这一针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格子。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要根据图解编织这一针对应的针法。这里我应该继续织上针收针。这样，第二行开始的3针就收掉了，继续正常将剩下的针数织完。注意，紧接着应该是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这里我们应该全部织上针。现在右侧第2行就织好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织好后继续织第4行，这里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开头收2针的方法相同。先挑下1针，然后织一个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第1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第2针，第2针就收掉了，剩下的全部织上针即可。第4行织完后，第5行和第6行不需要减针，就正常编织，也就是正面全部织下针，反面全部织上针。第7行结尾需要减1针，也就是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。注意，有时候图解会将右侧减1针放在反面的开头，编织方法就和前面收第1针的方法相同。下面我演示一下右侧在结尾减1针的情况。继续织第7行，先正常织下针，一直织到剩下2个线圈。完成后，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同时从左往右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左上2针并1针完成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
反面第8行正常织上针。后面第9行还要在结尾剪一针，方法和第7行相同。最后2行不加不减编织即可。右侧所有行数织完后，这些线圈需要根据图解说明来处理，我这里修针。右侧完成后，需要先将中间对应的针数扶针收针。有的图解中间这里可能是修针，如果是修针，就将对应的线圈继续临时固定。从左侧第1针开始接线编织。我们这里是收针。首先将这些线圈转移到针上，可以先将中间需要收掉的针数隔开，然后接线，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右针穿入第1个线圈，将新线圈挑出，接线完成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，继续编织下针边收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编织下针边收针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1个线圈时，织的这1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旁边相邻的1针。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，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织完这1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看第3行，这里要连续收3针，开头是一个下针，右上2针并1针的符号。先像这样挑下第1针，
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第一针就收掉了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第二针就收掉了。继续收第三针。完成后，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并在反面织一行上针，也就是将第4行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。第5行开头要收掉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也就是先织一个右上2针并一针，然后再收一针，完成后继续将这一行下针织完，并织完第6行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6行。继续看第7行，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因此这里直接织一个右上2针并一针即可。织完后，我继续将这一行剩下的织完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第7行。往后第9行和第7行这里相同，其余行数都是不加不减编织。全部织完后，根据图解说明处理这些线圈。到这里，领口减针就讲完了。这样，领肩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下摆，在身体起针位置挑针往返编织丹桂花。编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最后绕线收针。开始，先在身体别线起针位置拆线挑针，具体方法请看视频演示。编织之前需要先挑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，可以先看我演示再操作。将织片反面对着自己，找到起针结尾的这个线头，也就是打了结的线头，将这里拆开。拆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将环形针从正面穿入线圈，也就是第1圈编织的这个线圈。接着拆掉起针的线圈，稍微慢一点，防止线圈滑脱。
继续从正面穿入线圈，拆掉其中的线圈，挑针，拆线。从正面看，线圈是这样的纹理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挑针。最后一个线圈不要漏掉。将织片翻到正面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注意核对针数，应和起承数一致。下来织第一行，用线1先打一个活结，将活结的线圈挑出来织下针，再织一针上针。这一行是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上下针交替编织，按照图解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一行就结束了。第二行在反面编织相反的针法，遇到上针织下针，遇到下针织上针，按照图解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二行就结束了。后面大家按照前两行的织法继续往下编织。最后两行需要换线，方法与之前换线方法相同。注意换下来的线可以预留10厘米线头，按照纹理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结尾绕线收针的方法。先挑下2针，把线放到上面，挑到左棒针上，织下针，两个线圈变成了一个线圈，这样就收了一针。挑下一针，把线放到上面，挑到左棒针上，织下针，这样又收了一针。按照这个方法把针收完。
收完后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按照纹理收好。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下摆就完成了，这里前片也讲解完毕。接着学习后片，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身体、胸片、领肩和下摆。编织方法与前片相同，也是先来回往返编织身体，再织胸片。胸片是在两侧减针，中间部分继续按照身体的方法编织花样，然后不加不减编织。后面需要留出领窝，分左右领肩编织。完成后，前后片领肩缝合。这里具体的缝合方法，请看视频演示。针与针的连接都是线圈状态下，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连接的同时形成下针辫子的效果，通常用于2个织片都是大平针的情况。将其中一个织片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线头穿好缝针，先从右往左穿入靠近自己的这个织片右侧线圈，再从左往右穿入后面这个织片的右侧线圈。接着从上往下穿入刚刚这个线圈，左侧相邻的线圈从右往左穿出，然后将后面这个织片的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个线圈，从左往右穿出左侧线圈，也就是从底部往上穿。继续将这个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，然后从右往左穿出左侧这个线圈，后面这个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，左侧这个线圈实际是从左往右，也就是从下方往上穿。
稍微调整一下，可以发现这里已经形成了辫子。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上一个线圈摆正后，从上往下穿。前面这里就是从右往左穿入左侧相邻的线圈，后面这里从上往下穿入，再从左往右穿出左侧相邻的线圈。我继续将它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假设是前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在适当位置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前面这个织片较多时，就从右往左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这一针先正常穿，然后从左往右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我继续将剩下的缝完。这里以及后面往后缝的时候，继续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
这样就缝好了。接着编织下摆，下摆的编织方法与前片下摆完全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侧边挑针是在花样的反面平铺样衣，前片在上，后片在下。这边是右侧边，这边是左侧边。右侧边是从前片往后片挑针，左侧边是从后片往前片挑针。前片左右都需要留扣眼。编织过程中需要换线。挑针方法比较特殊，这边我以右侧边为例，请看我演示。用线衣先打一个活结，将活结的线圈挑出来，再挑2针，从右棒针上挑3针到左棒针上，先织1针下针，注意左棒针上的线圈还在，右棒针绕到后面，再织1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这样就加了1针。第2针挑下不织，第3针织下针，把第2针上的线圈盖到第3针上，这样就减了1针。下面挑1针，从右棒针上挑3针到左棒针上，织1针下针，绕到后面再织1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第2针挑下不织，第3针织下针，把第2针上的线圈盖到第3针上，接着挑1针，从右棒针上挑3针到左棒针上，第1针织下针，绕到后面再织1针下针，放开线圈，第2针挑下不织，第3针织下针，把第2针上的线圈盖到第3针上，先用短棒针挑针，挑大概10针左右，把短棒针上的线圈移到环形针上，左棒针上剩2个线圈，接着挑针，按照这个方法挑完所有的针，具体的挑针规律请参考纸质图解。
挑完所有的针，把短棒针上的线圈全部穿到环形针上。这样所有的针就挑完了。翻面，下来编织丹桂花。第一行是在花样的正面，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上下针交替编织。织到第5行需要留扣眼。扣眼是一个挂针，一个右上2针并1针。织扣眼遇到这一针是上针，线在上面，直接织右上2针并1针，这样一个扣眼就完成了。接着往下织，织扣眼遇到这一针是下针，线放到上面，织1针，右上2针并1针，这样一个扣眼就完成了。大家根据图纸来编织。反面遇到挂针，按照图纸织相反的针法，接着按照图纸把剩余的行数织完。注意在对应的行数换线。编织方法、收针方法和下摆一样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织，注意挑针时对照图纸挑出对应针数，这样侧边就讲解完了。领子是圈织，在花样的反面挑针。挑针方法与侧边相同，先挑3针，从右棒针上挑3针到左棒针上，第一针织下针，绕到后面再织1针下针，第2针挑下不织，第3针织下针，将第2针上的线圈盖到第3针上，再挑1针，从右棒针上挑3针到左棒针上，第1针织下针，绕到后面再织1针下针，第2针挑下不织，第3针织下针，将第2针上的线圈盖到第3针上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挑对应的针数。棒针挑的时候，要将其均匀分布在3根棒针上。第3根棒针上用记号扣做标记。织完这根棒针上的线圈，表示一整圈结束了。领子全都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都是在花样的反面编织。下面织第1圈，对照图纸织对应的针法。
直到棒针交界处的地方稍微拉紧一点。织完第3根棒针上的线圈，第1圈就结束了。后面按照图解编织丹桂花，最后2圈需要换线。换线方法和收针方法与下摆一样。完成后，预留10厘米线头，将结尾处缝合，并顺着纹理收好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领子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制作扣子，一共8颗，后片身体侧边各4颗。接下来缝扣子，先找到前片身体和后片身体最上方拐角位置，然后对齐扣眼对应的位置做标记。标记位置就是扣子缝合位置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扣子的缝合方法。用线衣先穿针打结，然后穿过织片，并从扣子的反面穿出。再从正面穿入，与打结处连接。取另一个扣子，与之前的扣子上下重叠，织片放在2个扣子中间，缝合时同时穿入这2个扣眼，进行固定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把剩余的扣子缝合好，这样扣子就讲解完了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哪一面为正面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讲解完毕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